这件暗器名为孔雀翎，兵器谱上位列第一。使用之时只需投掷，5丈之内避无可避。近期肆虐，爆破下堪比连环炸弹。如此大范围杀伤性武器，足以令整座江湖失声。是夜，本是寂静无人的街道上，一白衣男子召集大批歌舞团，饮酒作乐，欣赏美人起舞，潇洒快活，好不惬意。未料一道黑影突兀而至，白衣男子立时面色大变，喝退所有人。男子是天下唯2绝世高手之一的燕南飞，而黑影则是天下第1快刀傅红雪。两人相约在此决一死战。言语间，燕南飞拔出蔷薇剑挥舞，肆意的剑气将周遭死物割裂。傅红雪一袭黑衣，孤傲无边，手中快刀随手而舞，无形的刀气便精准斩下几根枝桠。二人随即战成一团，傅红雪的刀却瞬息压制对手，手中快刀令对方只能闪避连连，几个回合间就将对手武器夺于掌中。此时身旁树木如长腿般向二人袭来，从中钻出一个杀手，又有杀手在地下袭扰燕南飞。二人显出身形，正是江湖中的土木双煞，目标就是燕南飞。傅红雪不屑与燕南飞联手，几息间便将他们轻易解决。此事过后，二人一同喝酒，燕南飞猜出他们是江湖极为神秘、富可敌国的公子羽高价派来。细致入微的傅红雪言称，杀手不止一批，楼下的乞丐、路旁的小贩、喝酒的儒生都是假扮的杀手。此时有2个孩童冲入酒楼，被傅红雪持刀击落炊饼，言语间挥刀斩下，露出藏在饼中的暗器。二人跟随着逃跑的童子下楼，酒楼中冲出大批杀手围住二人，可身为绝世高手的二人岂是凡俗可言？不多时便将杀手尽数斩杀。为打探消息，二人来到了一家明月楼，此地主人乃是名胜江湖的美人，容颜闭月羞花，名叫明月心。如今公子羽已成为江湖黑道之首，掌握诸多武林人物的生死财富，更欲独霸武林，铲除异己。世上只有3件事可令他忧惧，便是傅红雪二人与那收藏在孔雀山庄的孔雀翎。孔雀山庄门禁森严，因傅红雪曾救过庄主一命，当时唯有他能求得孔雀翎。为了武林安危，他只好应下。路途中，二人被一阵琴音吸引，路遇一处野店，此地的人已被全部杀死。又见到了几种警告之物，立刻明白公子羽已经得到消息，派遣手下擒骑诗画剑5大高手前来袭扰，必须立刻前往孔雀山庄。二人快马来到孔雀山庄，庄主感念救恩，将他们引入庄内，并猜到了他们的来意，带他们进入藏有孔雀翎的密室。孔雀门上有5度锁，庄主和3位长老拿出4把钥匙，而最后一把则在庄主之女玉珍身上。众人进入密室，玉珍发动机关，取出装有孔雀翎的盒子。未料庄主身边侍从突然发难，抢下盒子挟持长老。原来早在15年前，公子羽便在山庄安插卧底，为的便是夺取孔雀翎。此时山庄内卧底纷纷不再掩饰，庄主现身喝停众人，判首还在狐假虎威，打开盒子，里面却是空盒，原是庄主早已留了一手。又从大厅宝座处取下真正的孔雀翎，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庄主信手取下一片，甩手间气劲炸裂，卧底纷纷倒闭，不多时便已死了个干净。如此威力，恐怖如斯。可庄主也被判首毒箭所伤，已是时日无多，只能将女儿玉珍托付给傅红雪照顾，同时将孔雀翎交给她，密传他孔雀翎如今只有2片可用，随后便柯然离世。傅红雪自觉已落入圈套，与燕南飞前往寻找明月心，可此处的却是公子羽手下的秦于秦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于秦拔出琴头短剑，燕南飞清理掉杂兵，傅红雪亦将他短剑打落。见状，于秦翻身上房，留下要救明月心先找公子羽的话，抛下琴盘化作炸弹阻拦二人。为免波及玉珍，傅红雪决定将他安置在杜家村好友处。未料在半路上碰见了5大高手中的齐顾无忌，画地为棋盘，将3人困在棋阵中。可任对方连连出招，却依旧是蚂蚁啃大象般毫无作用。心知此地不宜久留，二人迅即夺下马匹，带上玉珍离开此地。
路途中，傅红雪让燕南飞先行赶去杜家村，自己与玉珍逃到一间破屋。玉珍将手帕用河中水浸湿，为他擦拭伤口，却让他中了毒。原是顾无忌手下在河中下毒，可以在1炷香时间内令他四肢无力。众人一同折磨他，逼迫他交出孔雀翎。傅红雪怎会让他们如愿？就在香即将烧完时，顾无忌急忙出手，点了他周身大穴。正当手下要杀傅红雪时，他却挥刀将对方斩杀。原来一山更比一山高，他早已练成移穴大法，手中玄刀飞速连斩，几个手下才反应过来，倒地身死。直到最后的顾无忌对上了他，只10几回合便已中致命伤。临死前，傅红雪展示孔雀翎的藏物之处，竟然就在门板的后方。顾无忌算计一生，万没料到倒在了对方的算计之下。许久后，傅红雪赶到杜家村，未料5大高手中的唐师在此，早已将他的好友杀死。唐师不敌傅红雪，只能飞身逃离。他随意快刀将他手下尽数斩杀，他却趁其不备将玉珍掳走，只留下信条要他前往天龙古刹。傅红雪依言前往，在这里碰见一个疯道士，此人是5大高手中的吴化。当傅红雪干净利落处理掉杂兵，吴化终于动手，以手中铁笔甩出钢链，却自知不是他的对手。趁他躲避时翻窗逃离。入夜，傅红雪来到一处摊贩，一个女子向他讨碗面吃，他虽冷傲，却也心善，请女子吃了一碗面。他向女子搭话，此时却有人在高处大笑，来人正是5大高手中最后一位萧剑。2人即刻交手，那女子却被波及到。傅红雪稳下心神，专心对战，玄刀画出残影，将对方连连逼退。任萧剑手段齐出，亦不能敌，只好飞身撤退，要他前往天外山庄。看着因他而死的女子，他只能请老伯将她安葬。数日之后，傅红雪来到天外山庄，竟是在此见到了明月心，而她正是公子羽的夫人。至此，他才明白为何一路踪迹显露无遗。入夜，明月心摆下鸿门宴招待他，并用美色与此地一半的财富引诱他。傅红雪为人孤傲，自是不为所动，直言要见玉珍，而玉珍果然在此。为免明日之战波及到他决定交出孔雀翎。玉珍闻言宽衣解带，将内衬的衣物交给了他。翌日，待目送玉珍安然离去后，他孤身来到了大厅。公子羽终于现身，他亲验了孔雀翎的威力，此时终于敢现身。傅红雪欺身上前，迅即一刀将对方面具割裂，口中喊的却是燕南飞的名字。面具分开，正是那假装身死的燕南飞。原来他同样早已被公子羽收买。5对1，燕南飞补了5大高手的空缺，5大顶尖高手合力，即使傅红雪身为天下第1快刀，也是有些难以招架。可也因他武功早已登峰造极，余下5大高手尽皆死于他一人之手。最后的燕南飞也不过是他手下败将，只是比其他4人多撑了几十招而已。此时明月心现身，拿出一面镜子，公子羽3个字代表着金钱和欲望。他告诉傅红雪，既然已杀死燕南飞，那他现在就是公子羽。可这无异于对牛弹琴，他丝毫不感兴趣。这时墙壁被气劲破开，一个老者翻身而出，手持孔雀翎，即是真正的公子羽。因他早已年老力衰，为了自身的野望，才找燕南飞做了替身。现在替身死了，自然就需要新的替身。傅红雪不屑，公子羽使用最后一片孔雀翎威胁。眼见傅红雪不识抬举，他将孔雀翎扔出，瞬间爆裂的劲力割裂4方，5丈之内再无完整之物。待他定睛细望时，傅红雪却是毫发无损，只因身上的衣物正是昨夜玉珍所赠，唯有这孔雀衣才能抵挡孔雀翎的威力。公子羽恼羞成怒，他不愧为一代枭雄，一手可以自由伸缩的龙头杖令傅红雪都吃了大亏，逼得他只好栖身近战，除去了对方武器。公子羽毕竟年迈，随意将他踢飞后，发动机关将自己保护在牢笼中。就在他放下链座得意洋洋时，傅红雪放出刀上所藏铁链，一招便将公子羽结果。终究还是傅红雪技高一筹。一旁观战的明月心继续引诱，而他孤傲依旧，决然离去。
这柄金刀名叫金龙刀，刀身铭刻一条金龙，散发着实质般金光，其威更是削铁如泥，哪怕是武林高手也不敢近身，身怀此刀便可称霸武林。这把刀就是赫赫有名的镖头祖传金刀。一日，金龙刀被仇人抢走，他花费18年铸成一把降龙刀，同样是锐不可挡，二者相遇，谁会胜出？这个镖头押镖归来，风尘仆仆，却发现镖局四下无人，跟随多年的手下更是遭到毒手。此时大批持刀喽啰破窗而入，原是此地恶势力龙门三霸打上门来，行走江湖自有底气傍身。却见镖头李志山不慌不忙，赫然抽刀，金光四溢，神威慑人。只是略一交锋，便将对方武器斩断，运气挥刀，无人是他一合之敌。饶是龙门三霸凶名远扬，慑于金刀之威，也只能遁逃。龙门三霸狼狈回到据点，怒气冲冲就要报仇。李志山妻子月香却来到此地，原是他放荡成性，早已与三霸中的老大发生苟且。如此妇人蛇蝎心肠，声称对付李志山不可力敌，只能智取。而镖头也从仆人口中得知丑事，怒不可遏间，就要他自行了断。为了活命继续放纵，他将蒙汗药放入李志山洗漱的盆中。李志山洗后只觉头昏眼花，盛怒间一掌劈倒月香。此时埋伏已久的龙门三霸闯入，他再想拿刀却扑了个空。月香将盗来的刀丢给老大，身中迷药的李志山自然不是老大对手，被老大一刀挑断脚筋，昏死过去。正要补刀时，被镖局众人拦下，仆人便带着李志山与其女儿小莲驾车逃命。李志山三人幸得神医相救，安置在神医的草庐中，这才避过杀身之祸。光阴如梭，转眼间18年已过，小燕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与神医的孙子青松青梅竹马。二人自小一同习武，武学造诣已属一流。小燕自幼在山里长大，外面红尘是非多，李志山为免她受到伤害，一直不让她外出。可小燕毕竟长大了，对外界心生向往，她也不好再阻拦，便拜托神医与青松多多关照。可外界红尘繁华热闹，便在神医售卖药材之际，满是好奇的小燕自然挡不住诱惑，人头簇拥间与神医二人走散。遇到几个公差欺压百姓，小燕路见不平，自是拔刀相助，正好被县令的公子哥金少撞见。金少见她貌美，心生觊觎。此时月香已经成为了万花院的老板。为了讨好金少，月香故意引诱小燕，一番花言巧语将不知世事的小燕骗进万花院，并在茶中放入迷药，想让她伺候金少。正当小燕要喝下时，听到神医二人的呼唤，月香听后心中生疑，询问之下才得知小燕正是自己的女儿，并派人一路跟踪下，得知了小燕等人的住处。入夜，月香找到李志山，声称要带走小燕，他自是不肯。争吵之下惊动了小燕，月香便与李志山约定明日再见，任小燕如何盘问镖头，绝技不言。次日，李志山找到月香，恳求他不要带走小燕，月香却是冷言冷语，言称小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必须要把小燕带走。临走前的话更是嚣张跋扈。李志山气愤不已，二人的谈话却被躲在暗处的小燕听到。母亲明明在世，父亲却骗他说母亲已死。只觉得遭到欺骗的他直接离去，独自来到万花楼见月香。月香非常高兴，言语间尽是引诱之意。正逢金少来到万花院寻欢作乐，偶遇小燕后，便趁他不备，用迷药将小燕迷晕。正要欲行不轨时，青松及时赶到，将小燕救走。经此一事，小燕明白世事险恶，后悔没有听从父亲教诲，险些铸成大错。此时金龙刀祸害武林，自从金龙刀被夺走后，最为了解他的李志山苦思对策，以18年之功铸成降龙刀，只有这把刀能破掉金龙刀。小燕欲亲手报仇，询问仇人是谁，可李志山认为他刀法尚未大成，更是不想让他冒险。怀璧其罪，如此宝刀留在手中也是祸事。李志山便将降龙刀丢入井中。一日狂风大作，龙门三霸的人马更是闯入山中，四处放火，就要烧死几人。小燕与青松冲入人群，二人武艺高强，一干喽啰自然不是对手，很快就被他们解决。可封住火势，很快就把草庐点燃，几人无家可归，只能在一处山洞暂时住下。
小燕愤恨不已，再次问起仇人名字，李志山依旧不肯说出。神医不忍见他伤心，说出仇人便是龙门三霸。小燕是要替父亲报仇，他先是找到三霸中的老三，此时他们刚刚打劫归来，小燕率先制住老三，趁此放走被抓女子，却被老三借机逃离。幸赖他武艺高强，一干宵小，也奈何他不得，追上老三就要报仇。老三虽成名已久，却已是年长力衰，被其一剑迅即了结。接着便是老二，刺史老二正在劫取标粮。小燕单人独骑纵马赶来，冲入人群，将大批喽啰解决。见势不妙，老二拿上一袋金银就要逃走，小燕紧追不舍，跟着他进入一片草丛，不时跳起获得对方踪迹，飞身跃出截住退路。老二不敌，还想逃遁，被他赶上，一剑刺死在草丛中。斩杀二人的他本想回去报喜，却见山洞中空无一人，一张纸条插在壁上，正是老大将人接走，并要他前去龙王寨。入夜，他来到寨门前偷偷观察，那因采药躲过一劫的青松也在此处。寨中戒备森严，他守了一天也未能寻出破绽。二人偷偷上前观察，见到了被困的三人，冲动之下，小燕直接闯入，青松只好与他并肩作战。二人虽武艺不凡，奈何对方人数众多，又有高手助阵，一番苦战之下，也是力有不逮，身上带伤，无奈只能先行撤退。二人在附近避雨，此时下方赌场有一老者出千，被乱拳打死。小燕见此计上心头，假扮那老者女儿，卖身葬父，混进寨中，想要趁老大松懈时将其刺杀。未曾想月香闯进，告诉他那老者根本没有女儿。老大回屋已不见人影，正要去寻时，躲在暗处的小燕现身刺杀。老大一时不敌，逮住机会便要逃走。龙王寨的人手大部分冲出去追杀小燕，青松则趁着手背空虚，径直闯入，救下了三人。一路边打边逃的老大被小燕追上，几招间便将他手中兵刃踢飞。正要一剑血仇时，被赶来的月香阻止，言称老大乃是他的亲生父亲。原是李志山自幼练功走火入魔，导致失去生育能力，但他还是将他视如己出，更是得到了赶来的李志山亲口承认。小燕一时难以接受，悲痛万分，无论怎样他都不会接受这般父母。另一边，以为小燕不会再回来的李志山收拾行李准备离开，临走前为让金龙刀不再逞凶，嘱咐青松将颈中降龙刀取出，却也被正好躲在一旁的小燕听到。几人正要送别李志山，老大与月香再度追杀而来，青松急忙清理杂兵，老大拿出金龙刀向他走来。李志山拾起手边长剑掷出，未中老大，却将月香刺死。老大还要斩草除根，却被拿到降龙刀的小燕挡住。降龙刀不愧为金龙刀的克星，几招间便将其斩断。老大见此连忙求饶，小燕顾及血脉关系，被他寻到空子，将降龙刀夺入手中，挥刀间就要丧心病狂杀了小燕。李志山将金龙断刀掷出，正中老大后背，从此几人再无忧愁。江湖有一剑名寒鹰剑，护手处如同一只展翅的大鹰，锋利无匹，削铁如泥，乃是曾经大派黑魔教的镇教之宝，配以高深的绝世剑法，威力莫测，是寒有敌。亦有一剑能与之匹敌，此剑以塞外寒冰铁铸就，重剑无锋，却寒光射人，更藏有极隐秘的杀招，两者相斗，谁又可胜出？这个男子名叫秦武新，是个鼎鼎有名的剑客。五心合意，穿着新衣服，拿着新的宝剑，在新的地点对战新的对手，剑饮新鲜的血。他幸于四处挑战有名的剑客，每逢杀死对手，都会让剑奴乌鸦带走对方宝剑。他将宝剑挂于厅堂，意在建成一座百剑炉。如今他已收集99柄宝剑，只差最后一把就可集齐。他志得意满，最后的一定要最好的。他想要的便是当今剑神手中的轩辕宝剑。为此，他前往神剑山庄，决意要找剑神比试。剑神淡然，送他一副诗词，足见其心境修为。秦武新不屑，却在须臾间被剑神以毛笔蘸墨点在咽喉。秦武新不服，志在他的轩辕剑。剑神只得取下放于匾额处的宝剑，一时剑影纷飞，金铁交击之声不绝于耳，瞬息便已交手数十回合。剑神使出一记劈砍，立时将秦武新的剑一分为二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剑神肯定了他的剑法，只是缺少一柄好剑。真正的剑客必须有着属于自己的宝剑。
秦武新来到剑街碰碰运气，可是这里摆的大多都是破铜烂铁。乌鸦建议他知道有家剑铺手艺不错，店主名叫谢英，外号老鹰，铸剑数十年，技艺精湛。他未曾娶妻生子，只收养了一个孩子，取名为谢彦北。这时秦武新主仆上门，老鹰立时投来犀利目光，用剑久了，眼力自然见长。秦武新自剑架上取下一剑，一试便知这是好剑，却也仅仅只是好剑，不是最好。此时江湖盛传黑魔教曾有一柄绝世宝剑寒鹰剑，秦武新嗤之以鼻，只因他就是黑魔教弟子，却从未听师父提及此剑。为求证，他找到师父龙啸天，询问是否真有此事。未料龙啸天当场呵斥，黑魔教早已解散多年，师父更是一个字都不想提。师父不说，那就另辟蹊径。他找到江湖白晓生询问寒鹰剑的下落，白晓生直接向他出剑。未料一番交手后，白晓生问他为何不用反手剑法。黑魔教除寒鹰剑外，还有魔山秘籍，里面的反手剑才是黑魔教最上乘的武功。秦武新喜出望外，直接将白晓生杀死，只因为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他再度找到师父所求，师父以他心有兄弟为由拒绝，二人再次不欢而散。一日，谢彦北偷偷前往摆剑炉，乌鸦提到寒鹰剑一事，哪知彦北脱口而出，他爹老鹰一直藏有一把宝剑，护手部分正如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鹰，未曾想被无视前来的秦武新听到。秦武新有意试探，发现彦北得父传授的武功与自己同出一门。20年前，老鹰与秦武新的师父龙啸天并称黑魔教的黑白护法，分别保护寒鹰剑与魔山秘籍，引来江湖各路败类的觊觎。老教主不胜其扰，遂命二人隐姓埋名，绝迹江湖，并解散了盛极一时的黑魔教。为此，秦武新找到老鹰，逼迫他交出寒鹰剑，以谢彦北的性命做要挟，与他定下3日之约，碧空万里，雄鹰翱翔。老鹰带着寒鹰剑前来赴约，二人武功路数同出一门，激斗数十回合也未分胜负，虽各有所得，也仅此而已。但老鹰毕竟年岁渐长，渐渐已经力不从心，被秦武新寻到破绽，以淬毒匕首偷袭，一招毙命，夺得了寒鹰剑，还有魔山秘籍。他找到师父龙啸天对峙，师父下意识地摸向胸口秘籍，全被他看在眼中。他假意递剑，趁师父不备出剑刺杀，又在身体悬空时再度用出淬毒匕首。就这样，靠着武力与欺师灭祖，他得到了黑魔教的2件至宝。有了剑，有了秘籍，秦武新废寝忘食的修炼，待他练成反手剑之时，定要再战剑神，一雪前耻。另一边，身负血仇的谢彦北找到剑神请求习剑，在逃命至此的乌鸦细心演示下，剑法修为与日俱增。秦武新找到剑神，剑影交错，飘忽不定。此刻的他剑法大成，寒鹰剑搭配反手剑法，终于能与剑神一战，却也只是可以交手，甚至还略有不敌。剑神惜命也不想他死，心性修为早已达到极高境界。秦武新执着于剑，还是落了下乘。为此，他折断了手中的轩辕宝剑，丢给秦武新后扬长而去。报仇心切的谢彦北找到秦武新，可修行尚浅的他又哪里是秦武新的对手？几招就被挑飞，长剑打下悬崖，重落在地，生死不知。等他自昏迷中醒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处世外桃源般的秘境，也是应了主角落崖必遇高人的不变定律。3个老者突然现身，抓住彦北就是一通戏弄，手拿灵药就朝他口中猛灌，接着运功将他转得七荤八素，跟着3个老顽童起飞整日受罪。幸好此地还有一貌美女子，她叫青青，管3个老头叫爷爷，更是对彦北百般照顾。时间流转，彦北早已痊愈，与青青的关系更是与日俱增，招来3个老头的不满，岂能让家养的白菜被猪拱走？未料彦北服了灵药，内力大增，又得3人武功相授，3人已是奈何他不得。既如此，那就出山吧，带着青青一同去报家仇。路途中有一女子向2人讨碗面吃，言称已3天未进食。
燕北心善，将手中的面转给他。又有一伙人围殴一男子，摊主声称那是个赌徒，输光家产，还要将妹妹卖给流氓，而女子就是他的妹妹，更是被那赌徒当场认出。燕北不忿，当即出手，见女子被带走，急忙去追，一眼望去却是四下无人，连原地众人也是不知所踪。忽见一红袍老者将轻轻掳走，燕北连忙追赶，尾随身影来到一处破庙，几个鬼面人接连出现，燕北无惧，一记挥砍将几人兵器打落。此时一处洞穴打开，有人以内力传音引他入内，却见一具会旋转的棺材，从里面掏出一个老者，交手之间不断点评他的剑法，予以肯定后为他指出道路，接着便飞身离开。燕北谨慎前行，就见先前那掳走轻轻的红袍老者端坐于座位上，老者以扇挡剑，出手潇洒自如。燕北顺势一剑刺中他额前水晶，老者运功将他的铁剑折断，燕北认输，老者却说他赢了。论剑法，他已是极强，缺的仅仅是把宝剑。此时洞中有人大笑，先前的高手一一出现，而他的3位师傅也是在此。原来这里正是20年前的黑魔教，而青青也是老教主的孙女。所有的经历都是众人对燕北的布局，如今考验已过，燕北实力已足，而乌鸦也来此，将老鹰为他铸造的剑交给了他。万事俱备，定要为父报仇雪恨。百剑炉内，燕北堂堂正正来此，与秦武新对面而立，宝剑破人，散发出的剑气便让烛火明灭不定，剑势似飞凤，尽力透中锋，以腰力运转全身，凝身定性，心神合一，一招一式皆随心而落。凭借着绝顶剑法与手中宝剑，燕北与秦武新不相上下，势均力敌。他寻到机会，一剑令对方露出破绽。燕北旋身攻来，定要用手中宝剑取下敌手。只见他凌空飞至，这一刻，空气中布满着尴尬的气氛，便是秦武新都差点被他笑死，口中满是不屑，要饶他一命。唯有燕北茫然地盯着手中宝剑，他当然不信父亲会愚弄他，于是他用力将剑掰直，即便这样，他也要杀了仇人。秦武新使出反手剑法，将他的剑寸寸劈断，直到燕北手中只剩下了一个剑柄。燕北仔细观察，终于发现了剑中的奥秘，反手一剑刺向大意的秦武新。原来这是一把剑中剑，毫无防备的秦武新受了致命一击，他撞倒了剑架，宝剑纷纷掉落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秦武新如愿了，却没料到这最后一柄剑就在自己身上。这个武器名为缩骨棍，是江湖隐士门派鹰爪门的至宝，可长可短，威力无穷，能攻敌人所不备。其中更藏有一个大秘密，非门派嫡系不可得知。能制衡此兵的唯有金刚圈，周身以金边所作，断开时亦可当作鞭棍对敌，是克制棍法的利器。两者相遇，又是怎样的龙争虎斗？这个青年正与师傅试手，接住几招后，得意地提起其收藏的缩骨棍，为了师傅直接教训他一番，告诫他不要起心，随即外出采药。此时却有几个混混冲进院子，二话不说直接向青年阿蒙动手。好在阿蒙身手不错，一招力顶千斤将几人弹飞。正洋洋得意间，一道人影飞身将他踢翻，更是当场给他一记鹰爪，一看便是来者不善。男子正是他判出鹰爪门的师叔卧鹰，此次前来目的便是师门秘宝缩骨棍。一手鹰爪功狠厉凶猛，武功尚浅的阿蒙根本不是对手，幸得师傅及时赶来，手中棍棒虎虎生风将他逼退，却是久未对敌，落入下风。阿蒙想要帮手，被卧鹰一棍打入河中。师傅败于他手，总是百般威胁，也不肯说出秘宝下落。被气急败坏的卧鹰带回卧鹰庄严刑拷问，定要得到宗门秘宝。而阿蒙侥幸逃过一劫，发誓定要救回师傅。可阿蒙不认得路，一路走来已过了7天7夜。饥肠辘辘的他被路边烧饼摊吸引，身无分文，只好出此下策。哪料刚出炉的烧饼将他烫得上蹿下跳，同时也被老板当场逮住。
慌不择路的他被追进一家棺材铺，刚想靠着棺材盖瞒天过海，也被众人识破，只能凭借矫健的身手周旋，一个不慎被装进棺材。众人拿来工具就要将他困在里面，却无人发现棺材底座并未钉上。阿蒙甚至还悠哉地向老板打起招呼，众人这才发觉，凭借着较好的身法，他翻窗逃离现场。刚想逃脱，却又发生悲剧，当街与一个抢劫犯撞得头晕眼花，也让路过的警察嗤笑不已。这不白捡来的业绩吗？两人一同被装上囚车押解。阿蒙没忍住，一口喷在大胡子脸上，还用脚趾给他挠痒痒，气得大胡子火冒三丈，无可奈何。这时大胡子的手下前来救人，劈开牢笼，让二人成功脱困。正要回身帮手时，手下已被解决，眼看剩下的差役逃走，阿蒙劝大胡子就此收手。正欲走时，大胡子再度发难，就要报刚才的一箭之仇。阿蒙在他的巨力下如麻袋般被甩来甩去，自己出手却伤不到对手分毫。几番缠斗下，根本不是大胡子对手，只能趁其松懈，使出扬沙大法，脚底抹油，飞速遁逃。眼见大胡子依旧不依不饶，便用藤条设下陷阱，将他困住。大胡子顿时连连求饶。阿蒙看他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是一个不错的打手，便声称去卧鹰庄发财，哄骗他一同解救师傅。二人一同来到卧鹰庄，眼见守卫严密，正愁苦如何混进去时，卧鹰庄却在四处抓捕壮丁。二人假装逃跑，被守卫抓住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成功混入卧鹰庄。守卫将壮丁们带入庭院，此地却有一阿三哥，原是他与卧鹰同流合污，专门抓捕青壮男子带走作为苦力。经过验身，壮丁被分为两组，阿蒙因此与大胡子分开。阿蒙计上心头，言称大胡子外强中干，是个虚货。师爷便找来一个瘦子和大胡子比武，在阿蒙的暗中示意下，大胡子只能假装不敌，被瘦子一口咬在腿上，当即落败。二人再次聚头，一同偷偷潜入囚牢。大胡子四处翻找财物，却只是徒劳无功。阿蒙则是一心寻找师傅，终于见到了饱受折磨的师傅。此地看守森严，师傅不愿他一起送死，便告诉他缩骨棍藏在家中神位里，其中更藏有一个秘密。待得棍后，立刻前往老林寺寻找师叔。而这一切都被一旁偷窥的大胡子得知，立时明白上当受骗。此时二人发现有人逃狱，本想顺道过去观察情况，未料终点却是监牢。阿蒙急中生智，大喊越狱，引来看守，趁看守打开牢门后，直接出手，轻松将看守解决。哪知此时卧鹰带人赶到，立时出手向二人袭来。大胡子被看守拖住，阿蒙更不是对方鹰爪功的对手，眨眼间便落入下风，被众人擒住。剩下的大胡子同样被卧鹰制住。待将二人交给师爷后，卧鹰放心离去。眼看阿蒙即将性命难保，师傅只得答应卧鹰去寻找缩骨棍。卧鹰不在，山庄再无人可治他们，二人便趁机抱起，击倒一众守卫，急急赶回院落，却发现师傅已经惨死。而大胡子想起偷听到的秘密，趁阿蒙准备安葬师傅时，自神未处拿到所藏缩骨棍，被阿蒙当场发现，就要索回。大胡子斥责他蒙骗自己，就要据为己有。一番争执后逃离院落，在一出河滩被阿蒙追上。争执之中，大胡子逐渐落入下风，一招不慎被阿蒙抢回缩骨棍。此时二人被卧鹰手下追至包围，搏斗间阿蒙逐渐摸索出缩骨棍的妙用，二人轮流使用，很快就将几人解决。大胡子心念棍中秘密，一路上对阿蒙纠缠不休。阿蒙自是抱有警惕，却一时不察，被人击倒在地。原是卧鹰亲自出手，密宝在手的阿蒙自是不惧，奈何卧鹰功力深厚，依旧不是对手。眼见力不可敌，只能带着大胡子跳海逃脱。二人来到客栈休息，为防止对方将缩骨棍盗走，阿蒙将棍子绑在身上，并用一根绳子拴住二人脚踝，听着大胡子的呼噜声放心睡去。哪知次日清晨，阿蒙发现棍子被调包，大胡子也不知去向，还用一只田鸡蒙骗过他。他愤怒找到大胡子，缩骨棍却不在他手，原是卧鹰老婆使出美人计诱骗，将棍子轻松骗到手。大胡子心生愧疚，声称定会帮他到底。
无计可施的二人决定先去老林寺寻找师叔。要说这老林寺着实不同寻常，竟比传说中36房多出一房，入寺需打赢其中一房。二人便选择了第37房麻雀房，陪着2位大师打起麻将，靠着一手出千绝技，二人成功混入寺院。但二人不知师叔模样，只记得师父曾言其脚上有颗红痣，便趁众僧入睡时挨个查找，见一老僧腿上满是红点，惹得老僧大呼非礼。住持闻讯而来，见二人胡作非为，惩罚他们刷马桶1个月，令他们的鼻子叫苦不迭。无意间，阿蒙注意到有人便秘，1个时辰都未曾出来，低头查看时却刚好认出师叔。阿蒙与师叔相认，将所有遭遇告知，师叔便说出他鹰爪门渊源，将棍中秘密说出，言称师祖为在寺地开设武馆，将一些宝石藏入其中，又将金刚圈交给二人，凭借着4门棍法训练二人的破棍之术，还以握力棒增强阿蒙臂力。很快二人便已攻城，已能入室报仇。可若下山须过18铜人阵，阿蒙灵机一动，正途不行，便另辟蹊径，设下赌局，在寺内公然犯禁。住持大怒，勒令逐出寺院，二人因此得以下山。下山的二人来到卧鹰庄，潜入地牢，将壮丁们放出，随即直捣黄龙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。经过苦练，二人武功大有长进。阿蒙一手金刚圈更是使得浑圆自如，不多时便将大批守卫解决，逼得卧鹰不得不亲自出手。未料阿蒙凭借金刚圈之力已是足以与他匹敌，时不时奇招更是让他吃瘪，逼得他只能拿出缩骨棍。鹰爪门凭棍法见长，手持缩骨棍的卧鹰实力更上一层楼。阿蒙凭借着金刚圈却是不虚他，只是得意之下又犯毛病，被卧鹰挑起金刚圈抛到猪头，而没了武器的阿蒙则尽落下风。幸得被阿三哥缠住的大胡子快速解决对手，依靠体格优势缠住卧鹰，阿蒙才得以拿回金刚圈。只见他借金刚圈与棍周旋，却在卧鹰一记重劈下断开。须臾间，他又凭借着握力练习顶飞缩骨棍，将金边做成的金刚圈化作边棍，或抽或劈或点，打得卧鹰难以招架。与大胡子合力勒住卧鹰脖子，终是报了弑师之仇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大胡子已不见踪影，缩骨棍中也是空空如也。另一边，大胡子得到宝石开心不已，抛起来时被赶来的阿蒙接住，影片也到此结束。夺棍是袁浩全执导，由孟元文、关峰主演的功夫喜剧。影片讲述聪明的阿蒙是绝代棍王洪英的徒弟，师叔卧鹰谋夺师门至宝，残害师兄，阿蒙与同伴联手清理门户的故事。该片喜剧色彩浓厚，剧情令人忍俊不禁，演员演技在线，出色的表演总能令观众欢笑不已，成就了邵氏影片中的一大佳作。对于此片大家有何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